我是高姑妈，然后今天要讲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日本女性贫穷化。走在东京繁华的街头啊，你很难想象穿着光鲜亮丽，然后顶着高学历的女性，她的背后所承受的经济压力。很贫困的不只是女性，还有下流老人啊，60、80，还有年轻族群的贫穷化问题。话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麻烦留言给我，有兴趣的话，我再特别做一集。女性的贫困化呢，并不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各地都有女性贫困化的现象。贫困化有2种，绝对的贫困和相对的贫困。绝对的贫困，未开发家和已开发国家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这叫绝对的贫困。那相对的贫困就是生活水平和文化相对高的国家，在该国所得到的收入是来的相对的低，以至于在支出所有的费用之后，没有剩下任何的金钱能够投资自己的未来。比如说在教育上面投资自己，让孩子去念大学啊，或者是念比较好的高中。甚至有些孩子从来没有和家人一起上过餐厅，餐厅吃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奢侈的事情，或者是学校的远足他从来没有办法参加，因为远足的费用也很高。现在因为大家都在家工作或在家上课的时候，他可能连买一台小笔电的费用都没有，无法买新的衣服或无法买新的球鞋等等的。虽然说生活不成问题，但是在生活以外多支出一点点的钱他都没有办法。这就是所谓的相对的贫困，而这样的贫困还会延续到下一代。造成日本女性贫困化的原因有4点：第一个，原生家庭的贫困；第二，昂贵的大学学费；第三，企业的性别歧视；是当亲或丧偶而独自养育孩子。日本独自抚养孩子的单亲妈妈感到生活穷困的有 82.7%。单亲家庭，特别是单亲妈妈贫困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就是职场的不友善。那日本的职场分成正规社员跟非正规社员，正规社员就是所谓的正社员，然后非正规社员就是打工的派遣签的派遣，或者是契约社员是1年1签的，这类的不稳定的工作都叫做非正规社员。那正规社员跟非正规社员它的福利制度上也是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正规社员在公司的年终的时候他有年终奖金，可是非正规社员就没有，稳定度也相差的非常大，非正规社员是随时可以砍掉的。造成正规社员和非正规社员的差，是因为2005年的时候小泉纯一郎所推出的派遣法的改正。那日本的单亲家庭呢，单亲妈妈的非正规雇用比率是 57%， 单亲爸爸的非正规雇用比率是 12.9%。 日本的企业大多对单亲妈妈非常的冷漠漠视，根本不给予他们面试机会，想聘请他们为正式员工。是因为日本的保育院啊和学校的琐事实在太多了，那我自己就很能感受到小学的事情真的非常非常多。那身为一个工作的妈妈，你可能必须常常跟公司请假，然后去参加孩子小学的一些全职的妈妈很难好好的去工作，何况是单亲妈妈，她要演好爸爸的角色，也要演好妈妈的角色，然后又是主要照顾者。在日本，大部分的单亲妈妈都是以打零工维持生计，不管他们再怎么努力，也只能作为穷忙一族，再优秀都无法成为正式的员工。我们来看看日本女性在结婚前、结婚后和生产后正社员的比例。结婚前正社员比例是 65%， 结婚后是 37%， 产后正社员比例只剩下 15%， 有点心存侥幸。我想说，造成单亲妈妈贫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妈妈的学历都不高，所以造成不好就职。可是事实上，下来这个资料实在太令我震撼了。同样是大学毕业的单亲爸爸跟单亲妈妈的收入比例很不一样。大学毕业单亲爸爸年间平均收入是692万，妈妈是大学毕业，她的年间收入是423万，这整整差了快300万。高中毕业女生的话，单亲妈妈是280万，单亲爸爸的话，他年间收入是386万，等于说不管怎么样，爸爸的收入都怎么样，还是比单亲妈妈还来得高。明显就可以看到原因就是日本的企业真的非常歧视女性，应该说歧视有孩子的女性，加上单亲家庭中85%都是单亲妈妈。那单亲妈妈的贫困率在日本是 50%， 高达 50% 以上，可是单亲爸爸的贫困率是 22.9%， 也就是说只要在日本你一旦离了婚成为单亲妈妈的话，你贫困的几率是1半以上，可是单亲爸爸反而不容易陷入贫困。
但其实单亲妈妈会成为贫困化的原因呢，除了是企业对单亲妈妈的不友善之外，结了婚生了小孩之后，日本传统的想法还是希望母亲能够退下来照顾小孩。大部分的日本人呢，在生完小孩，很多妈妈都会辞掉工作，然后全心照顾小孩。一旦离了婚，这个单亲妈要是没有谋生能力，真的很容易就陷入一个贫困化状况。很多人说那就请爸爸付养育费就好了，可是事实上2016年调查有在拿到，就离婚家庭有拿到父亲的这养育费的话，是只有占24.6%而已，高达56%是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从爸爸来的养育费。原因就是日本的配套措施实在做得太慢了。根据2014年就是日本对穷困学童的资助在 OECD 35个加盟国中，日本对穷困学童的支持率，日本是倒数第2名。女性的贫困化不止在落后国家，先进国家像日本啊、美国、加拿大，其实女性的贫困状况都比一般家庭高出3倍。根据2015年的女性高峰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极度贫困人口有1半以上是女性。那日本的节目 Close Up 他在采访一个单亲妈妈木小姐，她独自抚养着2个小学生的孩子，打2份工。第一份工作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呢，晚上差不多8点之后还要去打第2份工，然后回到家已经是半夜2点的时间了。每个月的收入是18.5万，然后住在日币45000块的公寓里面。那45000块根本在东京是不可能找到，它政府提供的一些比较便宜给这些母子家庭或贫困家庭的一些特殊公寓，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钱。45000块大概台币就是1万块左右，可能台北的公寓都比这个公寓还要贵。那在这2份工作之前，铃木小姐工作也是不停的替换，原因是因为时常因为孩子生病不得不请假去照顾孩子，然后就被公司辞掉了。最辛苦的时候扣完税收到的现金也只有7万块日币，然后那时候他说真的是每天都想要怎么活下去，可是看到孩子的笑容就是支撑他活下去唯一的动力。有7万真的是无法生活，所以他不得不兼2份工。在每个月拿到18.5万的薪水之后，他会把钱分成各个信封，比如说学费、生活费、瓦斯费或者是房租，分完之后他剩下仅存的只剩2万块，等于说不到台币5000块。扣掉所有必须支出的费用，每个月只剩下22000块，要怎么活下去？他还能活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有一个儿童手当，但是这个儿童手当在2年之后因为法律的修改也会减半。地方自治区的配套措施是提供教育训练，让母亲提高技能，考取执照之后提高收入，但是每一个技能几乎都要花上半年或数个月的时间，等于说他必须白天工作停掉，然后去上半年或数个月的时间来拿到这个执照。问题是一个单亲妈妈，她每个月支出这么多钱，她哪有时间，哪有可能去停掉她的工作，然后去取得新的技能？她自己也很想去拿到新的技能，但是迫于现实的无奈是不可能的。上她又没有任何的存款。节目拍摄的时候大约是11月，然后刚好是那个福岛县秋天的庙会，他特别拨了3000块，希望给孩子尽情的买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因为这样的状况，他从来没有带孩子去过任何游乐园，也没有带孩子去任何旅行过，甚至学校的远足他都没有办法让孩子去。所以至少在这个庙会，他孩子制造一些比较美好的回忆。看到这里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过，就是孩子你连一般的一些比如说远足啊，或者一些基本的大家会参加的一些学校的形式，孩子都没有办法参加，非常非常的心酸。最后影片的结尾呢，那个就是记者问他你撑得下去吗？铃木妈妈回答说，这现在并不是我支撑得下去或支撑不下去的问题，而是撑不下去也得撑。孩子现在是小学很难想象到国中或高中的时候所要花的费用。像日本的高中呢，公立的1年大约是18万，大概就是9万台币1年。然后如果是私立的学校，1年是96万，就是22万台币。对不起，我也好穷，我去接一下夜班好了。日本女性单亲妈她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职场的不友善，然后企业对她们也很不谅解。可是我觉得在相对台湾比较好的原因，就是我的认知里面啦，就是台湾的中小企业的老板其实对单亲妈妈会不愿意给予机会，因为他们觉得单亲妈妈都很努力，为了赚钱他们一定会很拼很冲。所以我觉得中小企业应该是还有台湾的社会是对女性能够比较给予
更多的条件，而且比较能体谅他们。日本不只是职场非常歧视有孩子的性，甚至就是连租房子不愿意租给单亲妈妈，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单亲妈妈很穷，然后没有钱，所以有可能随时付不出钱之后，然后又不能赶走他们，觉得很麻烦。因为日本的租屋的法律规定，不能因为没有缴房租，然后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以至于这个法令的保护，造成很多房东是不愿意，或租屋公司是绝对不愿意租给单亲妈妈的。其实就算不能租单亲妈妈，还是有一些地方可以租，就是一些政府补助的一些慢熊 Apart， 因为我们曾经去看过，有一些 Apart 是用抽的，有时候在市中心非常的旧，是很旧的这些慢熊，但是政府补助。那抱歉，外国人是不行，是一定要是日本人身份才可以去抽这样的 Apart。那这样的 Apart 有一个状况就是里面可能死过人，就是一些孤独老人，然后在里面病死，但是他们会处理干净啦。那像这类的 Apart 就是真的，它的房租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就是低于市价的可能1/3或1/4这种价格，但是只能给这些贫困家族或者是低收入户去抽，或者甚至单亲妈妈就可以去抽这些就是便宜的公寓。那当然就是很旧，没有电梯等等。对于这些贫困家庭，他们也应该不会在乎有没有电梯这一回事吧。然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这一类的话题，或者大家所不知道日本的话，可以订阅我会分享更多新奇好玩，还有你不知道日本哦。拜拜。